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期视频想和大家聊聊2024年的央视春晚，顺便说说为啥中国的春晚越来越难看。我自己已经很多年没看过春晚了，对春晚的记忆大概还停留在赵本山时代。这些年来，春晚的影响力也是肉眼可见的下降。十几年前的春晚很能造梗，往往能引领一整年的流行语，现在的春晚则不仅失去了创作能力，而且吸收了不少网络烂梗，让人感觉相当尴尬。不过，对春晚的吐槽和解构却逐渐成为新兴的流行文化，甚至可以算是很多中国人过年的新习俗。每年除夕晚上，无数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不是为了欣赏节目有多精彩，而是寻找和朋友一起调侃吐槽的话题，这也算是春晚对中国流行文化的另类贡献了。那接下来我就简单评价一下2024年的央视春晚几个语言类节目。总的来说就是并不搞笑，剧情大多没有逻辑，完全脱离现实，台词生硬。虽然比起往年的春晚，尤其是2021年那个高喊单身是狗的催婚小品，说教的味道稍微淡了那么一些，但仍然包含着一些很扭曲的价值观。我们一个个说。先说蒋诗萌的小品，那能一样吗？首先，这个小品植入的广告异常之多，大家自己可以数一数。当然，广告本身并不是问题，一些巧妙的广告甚至会让人感觉有趣，但这个小品的广告植入的也太强行了，就是让主角直接念出来了，生怕甲方听不见。比如里面有一段对话是这样的：蒋诗萌扮演的女人说，不懂生活，你就多看看书吧。男人问，看啥书啊？女人说，小红书，你的生活指南。男人说，我的生活指南干啥呀？媳妇儿，我的生活指你。听着让人感觉无比生硬。一般接广告时，甲方都会强调广告植入要自然，不要太刻意，容易引起观众反感。这个小品的广告植入简直让人怀疑小红书的公关部门是不是被竞争对手渗透了，是故意来抹黑自己的。再说说内容，这个小品讲的是女主的双重标准，不讲理，宽以律己，严以律人。女人对自己的行为一套标准，对女儿和老公的行为是另一套标准，这引起老公和女儿联合起来反对。其实双标这个话题本身很不错，现实里也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人，如果能认真解构这种现象，还不失为一个好故事。但故事的叙事却让人感觉非常糊涂。在一家三口争执不下的时候，邻居听到他们在吵架，突然闯了进来批评他们，这时候大家一致对外，对抗邻居。女人再次用双标的逻辑捍卫自己丈夫和女儿的面子，这让丈夫和女儿突然意识到，原来双标还可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在对付外人时不讲逻辑还是有好处的。于是故事走向了大团圆式的结局，一家三口恢复了其乐融融的气氛。这样，这个故事的主题就变成了，在家里妈妈就算再不讲理，也是为了你好，面对外人时枪口要一致对外。显然，这是一个非常陈腐和老套的叙事。另一个家庭剧情的小品开不了口就更混乱一些。故事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儿子考上了大学，即将离开家乡，父亲总是在背后夸儿子很优秀，但却始终无法当面夸。每次看到儿子，夸奖的话总是被咽了回去，取而代之的是对儿子的各种挑剔、责备、贬低，指着鼻子骂，从生活琐事到人生选择，没问题也要硬找出点问题骂。但最后父亲在儿子临走前还是鼓起勇气说出了那句夸奖，再次实现大团圆的结局。这个小品之后紧接着就是黄渤的一首歌颂父爱的歌曲，看得出来故事想要塑造一个不善言辞、沉默寡言的中国式父亲。应该说这本身是一个相当不错的话题，相比母亲，中国父亲在家庭中经常是缺位的，和子女的交流和互动也少得多。然而演员真正表演出来的却不是那种沉默的、不善表达的父亲，而是只有在夸奖时沉默，在挑剔、批评、责骂子女上却相当伶牙俐齿、爹味十足的父亲。从头到尾，我完全没看出来这个父亲不善表达，开不了口。实际上他一直在开口，只不过是在骂人而已。这不是不善言辞或者性格内敛所能解释的。我在现实里见过一些木讷的中国父亲，他们对家人是不论任何情绪都不怎么表达，这和小品所要刻画的形象差别很大。显然，在这个故事中，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父亲难以说出好话，
而是他总是选择性说坏话，不停地贬低子女。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最后还能强行和父亲和解，实在是让人觉得别扭。他想告诉你的是，不论你的父母怎样口头上贬低你、侮辱你、没事找事，本心都是好的。再说说沈腾马丽的小品《寒舍不寒》，这个小品的人物关系很类似于赵本山2010年春晚小品捐助，都是两个单身男人资助一个弱势女性的模式，连大哥、二哥这些称呼都和赵本山的小品相同。和前两个小品相比，这个小品倒是没太多令人反感的价值观，但故事缺乏逻辑，转折生硬，而且没有什么搞笑的地方。故事讲的是沈腾扮演的中年男人，看到自己中学时代的白月光玛丽最近遇到生活困境，就到玛丽的直播间把货全买下来，玛丽亲自来感谢榜一大哥，最后发现原来是自己的中学同学，于是俩人就去约会了。但我不明白，你想在经济上帮助自己的同学，直接给钱不好吗？为什么要靠买对方货的方式？我要是直播平台和厂家，简直乐死了。男主买了一大堆自己根本用不到的东西，还要被各种中间商抽成，最后落到主播手里能有多少钱呢？相比之下，赵本山的捐助还要更符合常识一些。再说说另一个节目《咱家来客了》，这个小品算是迎合最近南方游客到东北旅游的热度，也可以视为东北的旅游广告了。节目努力想要营造东北人对待游客的热情，但和南方小土豆的梗一样，可以说是再一次用娇妻文学的方式巩固了地域偏见。故事刻画了一对理解力差、听不懂普通话、包丢了都不知道报警的南方情侣，而东北人在节目里的行为，那已经无法用夸张来形容了。20块钱可以买一大盆菜，还送2件棉袄和保温杯，这不叫热情，叫缺心眼。没人会这么不计成本的做生意，为了营造好客的形象，连起码的常识都不顾了。其他的节目就不评价了。总的来说，这届春晚的语言类节目可以用枯燥、乏味形容，当然比起2016年那种新闻联播式的春晚，还不至于让人那么反感，而且大多涉及年轻人所关心的话题，比如职场关系、亲子关系，但仍然无法摆脱说教和强行大团圆的模式，只能说是非常平庸，在越来越烂的趋势下算是还不错了。从1983年春晚创立至今，春晚的质量就逐渐走下坡路。在2000年以前，陈佩斯、朱时茂的节目算是公认的巅峰，笑料主要靠故事本身的框架，幽默且干净，基本不拿残障人士、丧偶的女性等弱势群体开玩笑，其中一些还相当有哲理。2000年以前还有不少讽刺官僚主义的语言类节目，例如1986年冯巩和牛群的相声《小偷公司》，1988年的巧立名目、马季、唐杰忠的多层饭店等等。虽然这些未必都能上春晚，但确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相对自由宽松的创作环境。不过总体来说，春晚节目调侃和讽刺的对象有逐渐下移的趋势，从基层乡镇干部、民营企业家，再到知识分子、小市民，再到弱势群体。赵本山可以视为春晚历史的第2个里程碑。赵本山非常擅长塑造充满乡土气息的东北农民形象，他的作品主要反映的是农村与城市、农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冲突，及农民由于对城市文明的误解、抵抗、误解而产生了许多笑料。这些作品因其生动真实而饱受欢迎，但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有逐渐落后、陈旧的倾向。到2012年后，春晚的说教意味和政治色彩都越来越重，典型的例子就是2016年春晚，从第1个节目开始就充满了歌功颂德的政治口号，全场晚会基本围绕着中国梦、一带一路等正能量话语展开，而网民对2016年春晚的吐槽也和往年的吐槽有差异，民间几乎是一边倒的批评意识形态色彩太浓。与此同时，央视、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一众官媒却赞扬本届春晚弘扬了正能量。春晚总导演吕涛更是给这届春晚打100分，并表示自己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2月8日，新闻联播报道了央视春晚好评如潮的新闻，引起了网民对其数据真实性的怀疑。民间和官方的撕裂与春晚曾经具备的粘合力和影响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发展到今天，春晚的颓势已是显而易见，无可挽回了。于是越来越多人开始怀念80、90年代的春晚有多么精彩，甚至包括很多那时候还没出生的90后。不过即使在那个时代，语言类节目也是带着重重枷锁的，比如讽刺对象的政治级别不能太高，
上线就是科长。1995年春晚节目《牛大叔提干》，起初针对的是官员公款吃喝的问题。故事的初稿讲的是赵本山饰演的牛大叔，因为家乡的学校玻璃破了，找乡长来要玻璃，但由于乡长整日大吃大喝，陪酒陪进了医院，牛大叔还得替他陪酒。然而这个稿子在上场前被领导否决，因为乡长代表的是政府，不能讽刺，建议把乡长改成乡镇企业的经理。这样一改，讽刺的对象从政府变成了企业，逻辑也显得生硬起来。像这样的审查贯穿了整个春晚。1998年的小品拜年，讲的是赵本山、高秀敏夫妇去给范伟范乡长拜年的故事。本以为乡长被撤职了，没想到对方是升迁做了县长。故事揭露了农民在官员面前的那种畏惧心理和领导亲戚在乡里横行霸道的现象，但领导本人仍然是开明的，充满正气的，给人的感觉是干部本身都是好的，主要是群众觉悟太低，喜欢行贿。这基本上是春晚小品讽刺官场腐败的固定套路。首先，如果这个官员是负面人物，那么他的级别不能太高，而且最好只是个小领导，大领导总是一身正气的。第二，讽刺的对象首先针对的是腐蚀干部的下属、群众，而非腐败者本人。而且每出一个讽刺官场的节目时，后面往往会刻画一个正能量干部。人们怀念80、90年代的春晚，主要还是怀念那时候整个中国社会的朝气和希望。越是对现实不满，就越是怀念和赞美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开明。然而，那时候所谓的开明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它的方向始终是在政府的控制下的，而非一支独立的力量。春晚的发展也是中国的缩影，在势穷力屈、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当权者不得不表现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来解决困难，但这也只是策略，自由的力量其实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地位，而随着国家力量的强大，原先韬光养晦的姿态早已成为历史了，取而代之的是带有攻击性的战略思维，对外要敢于亮剑，主动出击，对内要重新夺回思想阵地，统一思想等等。今天的这一系列转变，其实早就在历史上埋下了种子。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个人的困惑想找我咨询，请联系我的邮箱，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历史与社会这个列表内。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